治愈恐惧。看惊悚片时，仿佛置身在那个恐怖的世界，跟随里面人物，真切地感觉各种恐惧，忘记了自己只是舒服地坐在沙发上在看电影。这时候眼睛离开荧幕，看看身边的人，捏握座椅，就能自然脱离恐惧。因为恐惧是一种思维活动，不是事实，所以注意力放到现实，就能脱离恐惧。恐惧会激发出情绪，情绪会急剧膨胀，仿佛给气球充气，使人产生巨大的不安。这时大声喊叫，情绪会像气球放气一样逐渐变小，不安就会减弱或消失。例如在游乐园坐过山车时，人们通常会大喊大叫，甚至痛哭流涕，正是通过宣泄情绪来减弱和消除恐惧。因为恐惧与情绪互相影响，所以可以通过情绪发泄来减弱或消除恐惧。恐惧是一种联想，例如有人看到一把锋利的小刀，会联想到小刀划破身体的血腥，从而产生对小刀的恐惧。但有人看到一把锋利的小刀，会联想到小刀削铁如泥，从而产生对小刀的喜爱。联想到恐怖的东西就会恐惧，联想到快乐的东西就会喜欢。看见榴莲，喜欢的就会想到它肥美可口的果肉，讨厌的看见就想到鸡屎。不同的联想产生不同的情感，联想并非一成不变。例如热恋时，两个人如胶似漆，想起对方就是甜蜜的情景，但当两人分手，想起对方却会变成不堪的场景。可见对同一事物，随着经历变化，人们的联想发生了变化。那么如果有意识地对联想进行方向性的引导，是不是可以使联想得到想要的改变呢？例如把恐惧联想转变为愉快联想。当然答案是肯定的。联想是如何改变的呢？例如从想起一个人就开心到想起他就厌烦，通常是相处过程中对方的言行让人难受，这种难受和联想不断重复累积，最后终于开始想起就厌烦。从想起一个人就厌烦到想起他就开心也一样，通常是在相处过程中对方的言行让人舒服，这种舒服和联想不断重复累积，然后某一天开始变得想起他就开心。可见联想的转变是新感受新联想的不断重复累积。因此改变恐怖联想就是建立新的联想并不断重复。人们在身体健康、心灵和谐的时候，想法通常比较积极，承受伤害的能力更强。身体疲惫、心灵脆弱的时候，想法通常更为消极，承受力变弱。例如生活快乐时不容易生病，生病后恢复的也快。身体强健时也一样。但是如果失恋或是事业失败，就容易生病，病了也不容易好。身体虚弱时也一样。可见身体和心灵状况对心理具有重大的影响。在心理上，身心健康时，对事物的联想更多是积极和愉快，承受力更强，不易生病。身心疲惫虚弱时，对事物的联想更多是悲观和恐惧，承受力变弱，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。常见的恐惧有恐高、害怕黑暗、
害怕虫子，害怕某人，害怕血腥，害怕上学，害怕考试，社交恐惧，幽闭恐惧，尖刺恐惧，密集恐惧，异物恐惧，创伤后遗症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等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恐惧症，奇特的症状是恐惧引发人们本能的应对，通过调整自身思想行为，以免受到伤害并消除内心的不安。长期的恐惧使患者心理形成了固定的反应模式，表现为思维行为对恐惧源的回避和不能回避时的顺从和维护。恐惧是人们应对危险保护自身的本能反应，是一种正常的情感，所以通常不用担心在意。但如果恐惧不断加深或是开始影响正常生活，则需要进行相应的治疗。一、常见恐惧症的治疗方法和方案。一、通用的方法，对所有恐惧症都有效并且需要应用的方法。一、增强现实。二、只感知不联想。三、建立新联想。四、增强心理承受能力。五、三观调整。六、情绪宣泄。七、激发自尊。八、相信自己，强化信心。九、重复训练成为习惯。二、伤害妄想型恐惧，怕黑、怕生、怕鬼、未来恐惧、灾难恐惧、异物恐惧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。一、通用方法。二、消除恐惧源。三、物化对象。四、激发自尊。五、实践恐惧想象。六、破除未知，管理风险。七、重症时期，远离产生恐惧的环境。怕鬼还可以针对性使用的方法：身心健康，远离危险和遵守道德良知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可以针对性使用的方法：大的恐惧超越小的恐惧。这个方案组合也适用厌食等伤害妄想引发的病症。三、成败妄想型恐惧，害怕上台，害怕考试，社交恐惧等。一、通用方法。二、降低预期。三、激发自尊。四、实践恐惧想象。五、破除未知，管理风险。六、重症时期，远离产生恐惧的环境。这个方案组合也适用成绩因素导致的厌学等成败妄想引发的病症。四、创伤型恐惧、幽闭恐惧症、尖刺恐惧症、密集恐惧症、社交恐惧症、创伤后遗症等。一、通用方法为主。二、物化对象。三、重症时期，远离产生恐惧的环境，药物调理。四、非急性发作，激发欲望情感。这个方案组合也适用霸凌导致的厌学等创伤引发的病症。恐惧的治疗不是单个方法可以解决的，是各种方法的综合应用。不同类型的恐惧需要不同的方法组合。下面是各个方法的详细解释。二、治疗方法详解。一、远离产生恐惧的环境。恐惧通常由环境刺激产生，因此远离不良刺激的环境、食物及相关的事物，包含文字、图像、影音、气味等，恐惧就会减弱和消失。例如害怕黑暗，就远离黑暗；害怕蛇虫，就远离山野；害怕受伤，
就远离危险；害怕血腥，就不看动作片、恐怖片。在物理空间上，通过与恐惧来源隔离，达到不会产生恐惧。对于偶然才会发生的恐惧，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消除恐惧的方法。但长期积累或形成创伤的恐惧，例如幽闭恐惧症、尖刺恐惧症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，则需要综合其他方法来进行治疗。2. 消除恐惧源。无法远离恐惧源时，消灭恐惧源。例如，房间里危险的壁挂，重新加固或者取下丢弃；高耸的台架，增加护栏和安全网，以此类推。消除恐惧源，恐惧就自然减弱和消失了。3. 增强现实。恐惧是一种思维想象，是没有真实发生的幻想。增强对现实的感知，可以破除幻想。正如前面举例，看恐怖片时产生的恐惧，通过观察身边的人捏握座椅，就能脱离恐惧。以此类推，下面是一些通用的增强现实、摆脱恐惧的方法。当恐惧发生时，深呼吸，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，或是紧握拳头，感受手指的紧绷和指尖与掌心的接触，或是仔细观察身边的物件，它们的形状、纹理细节，触摸并分辨它们的触感。这种对现实的观察和感知，使我们能够真切地知晓自身处于安全的现实，从而减弱和消除恐惧。对现实的观察和感知，不仅在恐惧发生时采用，日常也要有意识地进行练习。例如，更多亲近大自然，日常游园登山，观察花鸟树木，触摸山石拦柱，感受日出月息、鸟语花香，养成真切感受现实的习惯。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，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载的现实景象越多，留给幻象的空间就越少。4. 只感知，不联想。恐惧的发生是产生了恐怖联想，不联想就不会产生恐惧。对事物不做联想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对事物不进行任何想象。例如，我们看到一把刀，就只是观察它的形状、结构、花纹，不做任何其他联想和想象，让思维停留在观察和感知，仅仅停留在观察和感知。或者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待自己和周围发生的事，用超然的思维形态实现脱离恐惧。通俗地说，就是用上帝视角观察事物和自己，心理上就仿佛自己是上帝，不是当事人，从而隔离和超越了恐惧。实质上，这种方式是对思维进行控制，让思维停留或转向。思维控制需要相应的训练才可以做到。常见的思维控制训练有冥想、静坐、打坐等。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和练习，慢慢就能做到对思维的控制。思维控制是心理调整和治疗的基本方法，对提高身心健康也非常有效。5. 建立新的联想。联想和情感相对应，恐怖联想就会恐惧，愉快联想就会快乐，仇恨联想就会愤怒。把原本的恐怖联想转换为其他联想，自然就不会恐惧。最有效的能够取代恐怖联想的是仇恨联想，用愤怒取代恐惧。
就是把恐惧的事物与自己痛恨仇恨的事物进行联想，借此消除恐惧。例如，害怕黑暗的人突然陷入黑暗，这是有意识的联想，是谁关的灯，要把关灯的人找出来揍扁他。这时情感转变为愤怒，恐惧就减弱和消失了。联想积极美好的事物也能减弱或消除恐惧。例如看到一把小刀，就有意识地去联想切割美食；遇到黑暗，就有意识地联想温暖的房间和舒适柔软的睡床。如此类推，恐惧就会减弱和消除。联想崇高伟大的事物也能减弱或消除恐惧。例如有意识的想象这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或使命，或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或正义，这时恐惧就会减弱或消失。这种案例非常多，日常生活或是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，不怕牺牲的士兵，不惧折磨的俘虏，不畏强暴的英雄，淡然血腥的医护，就是使用这种方法达成超越恐惧。不做联想或是建立新的联想，这两种方法是治疗幽闭恐惧症、尖刺恐惧症、创伤后遗症等创伤型恐惧症的重要方法。6. 增强心理承受能力。影院中，每个观众对同一恐怖场景的反应各不相同。同一个人身体良好和虚弱的时候，对同一恐怖场景的反应也不相同。这是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别。承受力不同，会不会产生恐惧以及产生恐惧时的恐惧程度就会不同。身体状况健康良好时，同一刺激，恐惧会减弱，甚至不会产生恐惧。因此，维护好身体状态能够减弱恐惧。日常生活中，疲惫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影响身体状态的最大诱因。适当的休息、放松、运动，不过度劳累，保证适当的睡眠时间和品质，使身体拥有不错的状态，从而提高承受能力。现代社会，心理疲惫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大诱因。心理疲惫大多是对事物纠结导致，也就是把事物一直放在心上造成的。所以需要学习和练习不把事物放在心上。怎么做到不把事情放在心上？做到以下几点就行。1. 有事情发生时，顺势而为，随机应对。2. 没有事情发生时，不胡思乱想。3. 过了的就让它过去，不留恋。4. 没发生的不幻想，不妄想。5. 当前的事一件件的专心处理，不三心二意，不一心二用。7. 三观调整。现实生活中，身体出现异常，人们知道就医用药，默认觉得有什么其他问题。但心理出现异常，不仅不知道就医治疗，还会歧视病人，这是对人体身心的认知不足导致的。实质上，人是由身体和心灵组成的一个整体，类似电脑的硬体和软体，身体和心灵是同等重要的存在。身体会出问题，心灵也会，没什么不同。认知到这些，能够帮助我们去除对心理疾病的无知和歧视，减弱和消除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病人的自我歧视，是治愈心理疾病至为关键的一步。人们对不能理解的事物通常会感到恐惧，对恐惧本身的不理解也一样。
所以，理解恐惧是一种联想和想象，是一种心理活动，不是现实，能够减弱和消除恐惧。同理，对身体和心理的不理解，对疾病的不理解，对自然、社会的不理解，会产生相关的恐惧。学习相关知识，就能减弱和消除相应的恐惧。下面列举一些经常遇到的与恐惧相关的认知。生命非常顽强。现在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千百万年生命淘汰赛的胜利者，身体和心灵经过千百万年进化，具有非凡的自我保护和修复能力，并不脆弱，潜力巨大。认识和相信这一点，能够帮助我们减弱和消除恐惧，特别是创伤型恐惧症。没有什么事物是完美无瑕的，每个人、事物都有其优势和劣势的地方。同时，事物和情势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，今天的优势会随时变为弱势，强弱变化随时发生，也就是事物必有其脆弱的一面，也必有其脆弱的时候，所以对手并不是不可战胜的。同时，情感和欲望会夸大和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，所以恐惧源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能力和破坏性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会减弱和消除对对手和敌人的恐惧。例如，绑匪拿着武器时感觉很强，但放下武器时就没有那么强。刚开始时精力充沛，感觉很强，但饥饿疲惫时就会软弱。全神贯注时感觉很强，但志得意满时就会疏忽大意，很容易找到反击的机会等等。这些认知调整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非常有效。害怕失败是日常经常发生的事。例如，喜欢一个人，但不敢表白，因为怕被拒绝；想要换工作，但不敢辞职，因为害怕新工作不好找，或是找不到更好的。实际上，人的能力有极限，成功不是单纯人力可供，没人能够保证做事一定成功。失败是通往成功路上的必然现象，失败是正常想象，没什么不能接受。不尝试就没有机会成功，人生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尝试。理解这些，会减弱和消除对失败的恐惧。对人财物的重视和迷恋是产生恐惧的一个源头。看淡情感财物，会减弱和消除相应的恐惧。例如，很喜欢一个人时，看都不敢看对方，因为害怕被发现，然后被讨厌。不喜欢的时候，言行就会自然得体，因为没有担心和害怕。刚买了一个很贵的手机，摸着怕脏了，拿着怕掉了，只差没把它供起来，便宜的就会随便丢随便放，完全不在意。可见，不重视就不会有浓烈的情感，就不会恐惧。伤亡联想是引发恐惧的最大诱因。理解和相信生命的生闭环，正确的看待生老病死，会极大的减弱和消除生活中的各种恐惧。自然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，生态链是由猎食和牺牲成对构成，猎食和牺牲形成物种的淘汰优选机制，能够保障物种种群的长期延续。人类社会也一样，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，现代社会的制度化运转使血腥急剧减少，但依然会有制度以外的争斗和血腥。认识和理解这些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，
尝试用上帝视角看世界，会减弱和消除相关的恐惧。8. 物化对象。战争非常惨烈，时刻发生伤亡，血腥甚至残酷，但指挥者并不会对这种场面感到恐惧。这时，士兵已经不是鲜活的生命，只是打倒敌人获得胜利的工具，只是战报上的一个数字。对生命的物化、工具化、符号化，会减弱和消除相关的恐惧。这个方法对于减弱和消除因为他人受到伤害引发的恐惧非常有效。例如，医护人员克服对医疗行为和场景的恐惧，手术无菌部就有这个作用。9. 情绪宣泄。如前所述，恐惧会产生相应的情绪，情绪的宣泄会减弱和消除恐惧。情绪的宣泄可以通过大声喊叫、拳脚击打、挥舞摇摆以及向他人诉说来进行宣泄。例如常见的大喊大叫、卡拉 OK、跳舞、向亲友倾诉、与心理治疗师交谈等等。10. 激发欲望情感。羸弱的母亲为了保护孩子与歹徒殊死搏斗，这是母亲对孩子的保护欲战胜了对凶残歹徒的恐惧。劫匪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险抢劫财物，这是对金钱的欲望超越了被惩罚的恐惧。蓬勃激发的欲望和情感能够超越恐惧，因为欲望和情感很难长时间稳定在峰值，所以这种方法在应对恐惧时只能作为短期应急使用。11. 大的非急性恐惧超越小的当前恐惧。不同事物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，更大的恐惧能够帮助克服较小的恐惧。例如，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对失去工作更为恐惧，说明他们克服了工作内容带来的恐惧。绑架犯罪中，人质对绑匪充满恐惧，但有些人质更恐惧绑匪未来可怕的伤害行为，所以他们会寻机反抗制服绑匪。激发对远大利益的担忧，能够帮助减弱和消除眼前较小的恐惧。这个方法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较为有效。12. 激发自尊。自尊限定了自己的行为边界，会阻止人们做出超过边界的事，因此可以借此来减弱和消除恐惧。例如，内心告诉自己，我不是被这点恐惧可以吓到的人，则恐惧就会减弱或消除。所以激发自尊能够帮助减弱和消除恐惧。13. 实践恐惧想象。恐惧大多是对负面未来的过度放大，直面恐惧，让恐惧的事情发生，记录和对比想象中的结果和实际发生的结果，这时会发现现实的结果跟此前想象的情况相比并没有那么可怕，恐惧随之自然减弱或消失。这种方法对悲观性、想象力丰富的妄想型恐惧比较有效，例如怕生、怕领导、怕工作出错、怕换工作、怕换地方、害怕灾难等。重大创伤引发的创伤型恐惧，例如尖刺恐惧症等，则需要巨大的承受能力和坚强的意志，在经历最恐惧阶段时不会休克才有作用，所以创伤型恐惧症非必要不建议使用。14. 相信自己，强化信心。恐惧发生通常包含了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。
信心缺失通常是对失败的关注累积和接收到的负面评价积累所造成。实际上，我们做的每一件都是由无数细小的失败和成功组成，同时有各种正面和负面的评价。只关注失败的点，只在意负面的评价，当然容易绝望，反之则能强化信心。所以，在失败中学习经验教训，不断改善，学会欣赏自己的每一个进步，不管多么微小。学会鼓励自己，不把外界各有其目的的评价放在心上，信心就会得到强化。15. 降低预期。成败相关的恐惧通常是由于预期过高引发的。例如害怕演讲，本质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台上风度翩翩，侃侃而谈，但又确切知道没有那个能力。社交恐惧，本质是希望自己在社交中应对自如，得体大方，但又确切知道没有那个能力。因为能力不能暂态提升，那么降低预期就是最好的减弱和消除恐惧的方法。社交恐惧中还包含对人际负面关系的恐惧，这个实质上也是对人际关系抱以过高期望导致。现实中，人际关系从来都是正面负面掺杂，不会都是友好，也不会都是恶意，而且会一直如此。同一物件也会随着时间变化，境况不同，导致社交关系变化。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，所以放下对人际关系的美好想象，就不会对社交有过高的期待，就能减弱和消除社交恐惧。当然，如果社交恐惧已经形成创伤，则以创伤性恐惧治疗方法为主，这个方法作为辅助。降低预期包含降低自我设定和降低成果设定。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，熟手必然经历新手阶段，所谓的高手都是不断练习、碰壁，在练习的结果，笨拙是必经的阶段，所以不要过高要求自己。没什么经验的新手却要达到高手的表现，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在努力不断学习中的新人，表现不佳是正常的，这时恐惧就会减弱和消除。有关做事或者工作方面的恐惧，这个方法都比较有效。16. 破除未知，管理风险。未知的东西通常会带来危险。例如，远古时期，在茫茫丛林中，危险动物随时出现，原始先民必须时刻警惕，才能活着走回居所营地。不熟悉、不了解的环境，无法预案应对，会使人害怕和恐惧。陌生的领导，不知他的喜好忌讳，会使人紧张忌惮。如果对环境中的每个物品和位置了若指掌，对领导的脾性好恶成竹在胸，相应的害怕恐惧就会减弱和消失。所以，了解环境、事物、人，会减弱和消除相应的恐惧。了解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进入新的单位或部门，从唯唯诺诺到进退自如是一个必经的过程，所以不要对前期的陌生感到恐惧。探索未知是一个过程，必然伴随挫折失误，所以重要的是控制挫折失误的代价，也就是控制风险。不可能不犯错，只是需要控制犯错的风险。知道这一点和预想最坏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应对，即风险可控可接受时，
能减弱和消除相应的恐惧。生活是不断的探索未知、理解世界，同时寻找自己能力边界的过程。探索使人获得认知，使人进步，会带来获得感和成就感。关注这些获得和成就，就会感觉探索未知具有无限的乐趣。关注点转移，也能减弱和消除恐惧。17. 身心健康，远离危险和遵守道德良知。身体虚弱的病人经常出现鬼怪的幻觉，在陌生黑暗的环境仿佛总有可怕的影子，逃跑的罪犯经常夜不能寐，噩梦侵袭。这些状况不能改善时，最后会演变为感觉有鬼和怕鬼。当身心羸弱，不能远离危险以及思维行为违背道德良知时，会引发内心不安，不安持续累积，就会产生恐惧。内心不安累积形成的恐惧幻象，就是通常所说的鬼。因此，维护身心健康，远离危险，心存善念，行事遵循正义，这种恐惧就会减弱和消失。18. 重复训练形成习惯。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治愈恐惧是一个过程，并且需要形成新的思想行为习惯。所以，治疗方法对应的思想和行为需要不断重复练习，使之熟练，最终成为习惯。这个习惯形成的速度直接决定治愈的速度。因此，需要把治疗动作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比如，早晨起床，伸伸懒腰，感受身体肌肉的紧绷；刷牙时，感受牙刷与牙齿的摩擦；洗脸时，感受手掌在脸上的滑动，毛巾与皮肤的摩擦；化妆时，感受涂抹乳液的滑腻，手指轻柔的按压；吃饭时，辨别食物各自特别的滋味。认真专注地感知日常生活的细节，不断练习，成为习惯，从而增强对现实的感知。19. 药物调理。身心是一体的，相互影响和促进。身体虚弱会造成神经系统敏感，心理承受能力变弱，所以需要药物调理，使身体恢复健康，促进心理承受能力。另外，心理疾病急性发作，可能需要使用药物控制病症，保护身心不会意外受伤。这是目前主流采用的方法，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根治心理疾病还是需要从心理上对症治疗，也就是使用上述的治疗方法。以上方法是正常治疗进程时使用的，恐惧急性发作时，则可以通过深呼吸、屏住呼吸、快速呼吸、刺激身体痛觉、服用和注射镇定药物等进行紧急处理，以免身心受到意外伤害。疾病的治愈、创伤的恢复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过程，欲速不达，反而会使进程倒退，所以不能急，做好该做的事，就是最快的进度。祝福每一个受到恐惧困扰的人都能摆脱恐惧，